在寻求内心的真谛和灵性的深度时，我们常常会感到孤独。孤独并非是一种阻碍，而是一次必要的冒险。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，为什么在这条路上你必须独自一个人。这并非是远离他人，而是在寂静中找到真正的自己。在孤独中，大自然展现出它古老的智慧，树叶的沙沙声变成了温柔的耳语，引导我们穿越思想的迷宫，想象自己在一条流动的河流旁。这不只是水流的流动，这是你意识持续的流动。每一道涟漪都折射出你内心的波涛起伏。当你独自站在这片宁静的风景中时，你的心灵画布正在等待着你。这是一个开放的空间，可以描绘出你的思想和情感的生动色彩，将每一个想法想象为一笔，将每种情绪想象为一种颜色，在心灵的画布上无缝的融合。孤独变成了艺术家的工作室，你内心世界的杰作在这里一半一半地展开，就像一盏盛开的花朵。在这些安静的时刻，你成为了观察者。沙沙作响的树叶和流淌的河流是镜子，反射出你错综复杂的思想。你周围的寂静反映了内心的寂静。当你沉浸得更深时，自我与自然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。让微风带走外界纷扰的回声，留下你存在的纯粹本质。当你思想的花瓣展开时，它们揭示了你意识的本质。你外在的镜子反射出了自然之美，也反射出你的内在之美，你灵魂中未被探索的风景。当你站在孤独的怀抱中时，你信仰的根源就会变得清晰起来。这是一种积极的质疑，是对塑造你信念的基础的无畏挖掘。层层社会的期望，就像隐藏真相上的面纱一样，开始剥落。在这个内在探索的旅程中，你会找到面对自己的勇气，展开外部影响所编织的线索。沉默成为你强大的盟友，淹没了长期在你耳边回响的外部意见的噪音。你自己的声音的回声曾经被世界的期望所掩盖，现在却清晰地回荡着。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，是与不受外部评判的自我的对抗。这是与你内心深处信念的原始且未经历过滤的对话。当你提出问题时，你不仅会发现自己信念的起源，还会辨别它们是否与真实的自我一致。通往真实性的旅程并非没有挑战，它需要勇气摘下社会面具，拥抱朴素自我的脆弱性。然而，随着每一层的丢弃，你都会展现出一个更真实的自己，一个不受社会模式束缚的真实灵魂。真实性成为引导你走向深刻的自我发现的灯塔，是一次让你重新定义自己的旅程，让你自己的声音成为在你旅程中的指南针。这是层层的脱落，也是一次重生，是对隐藏在表面之下的真正本质的回收。踏上这条隔离之路，就像进入战场。在这个战场上，你将面对潜伏在其中的阴影，你最深的恐惧和脆弱。这并不总是一段平静的旅程，相反，这是一次对自我未知领域的勇敢探险。正如卡尔·荣格的智慧在寂静中回响，我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人，我是选择成为的人。在这个孤独的战场上，你承担起自己命运建筑师的角色。过去的创伤可能会再次出现，需要承认和解决。这是一个艰巨的挑战，面对可能束缚你的根深蒂固的创伤。然而，在孤立之中，
你找到了真正对抗他们的力量。孤立的战场不是失败之地，是一个变革的舞台。痛苦的结局不是结束，而是新开始的催化剂。你的身份不仅仅取决于所发生的事件，还取决于你对应这些事件而做出的选择。当你在孤独中度过情绪混乱时，你就会体现出超越过去经历的枷锁所需要的韧性。痛苦结局的回响成为重生机会的先兆，新的开始常常被伪装成痛苦的结局。在这个孤独的战场上，你学会解读斗争中隐藏着的礼物。这个过程需要我们承认伤口，这是光线进入的地方。当你与过去做斗争时，请记住，你并不受它的限制，你是选择你生活故事的人。从孤立中走出来，不是作为环境的受害者，而是作为你命运的有意识的创造者。每一次与恐惧和脆弱的对抗，都是迈向解放的一步。这是一场与自己的影子勇敢共舞的旅程，一次转变的旅程。痛苦的结局成为孕育新力量和韧性种子的沃土。通过孤独，你可以掌握选择自己成为什么样子的力量，构建从过去的灰烬中崛起的命运。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，有毒的纽带有能力耗尽你的生命力，让你在情感和精神上感觉到枯竭，而孤独成为一种让你恢复能量的空间，修复因耗尽而造成的断裂。在孤独的安静拥抱中，你获得了一个机会来反思你的人际关系的动态，这是对外部相互作用的思考，也是对所发生的能量交换的深入探索。有毒的关系会吸走你的情感储备，让你感觉就像一口干枯的井。当你在孤独的时刻将目光转向内心时，你就会成为编织在你的联系中错综复杂的线索的观察者。这个过程可以让你辨别你的能量流向何处，以及消散在何处。在回收能量的艺术中，孤独变成了避难所。这不是脱离联系，而是战略性的撤退，重新调整你的注意力。当你学会设定界限，并将你的精力转向真正重要的事情时，曾经耗尽你生命力的有毒关系就会失去控制力。孤独教会你微妙而深刻的艺术，将你的能量投入到与真实自我相符的事情上。无论是将你的活力投入到工作中，追求你的激情，还是培养自爱，这些选择都是有益的。这是一种刻意的行为，将你的生命力投入到有助于你成长的努力中。在孤独中反思的动态过程类似于修剪花园，你修剪枯死的树枝，让生机勃勃的枝条茁壮成长。有毒的关系可能会给你的活力蒙上阴影，但孤独能让你走向光明，重新找回曾经分散的能量。在孤独的茧中，深刻的精神觉醒展开翅膀，邀请我们与神圣的内在交流。它成为一次超越自我表面的旅程。你的心就像一片海洋，潜入它隐藏的深处，发现你的真实自我。孤独就像一个熔炉，你的存在本质与神性融合在一起，创造出一种变革性的炼金术。当你穿过寂静的孤独走廊时，你开始辨别神圣的低语，树叶的沙沙声，阳光透过树枝的翩翩起舞，每时每刻都成为你的灵魂和你周围的宇宙能量之间的神圣对话。在这里，你会遇到原始的、未经过滤的真相。你是谁？剥去了外在的面具和伪装。在神圣的孤独空间中，万物的相互联系成为显而易见的现实。当你探索自己存在的深处时，
你同时认识到你与宇宙的结构交织在一起，每一次心跳都与宇宙产生共鸣，每一次呼吸都来自于赋予心性生命的同一个源头。在这种觉醒中，孤独变成了寂静的殿堂，在那里你寻求与神圣的交流。这不是一次遥远抽象的相遇，而是与渗透到所有造物中的本质的真诚对话。神圣通过沉默的语言说话，在孤独的安静沉思中，你听到了永恒的低语。当你走过你的灵性道路时，请记住，孤独的时刻不是障碍，而是垫脚石。拥抱孤独，因为在宁静中，你会发现你正在走向伟大的智慧。感谢你加入我的这段旅程。如果你对此信息产生共鸣，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分享你的想法。不要忘记订阅并按小铃铛，获取更多的内容。在你的灵性追求中，拥抱孤独之美，度过平静的一天。我们下期见，满满的爱与祝福。